陛下，妾有本要奏。奏。本宫上书谏言12事，意在国富民强，劝农桑伯父尧，给付3府地，息兵，以道德化天下，南北中上尽扶巧，省公费利益，广盐路，渡产口，王公以将皆习老子。上元元年，你进位天后，位同父帝。你深知你的权势之盛，朝野上下对此多有微词。唯有更多的执政实际，方能助你在权力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。望诸卿共勉之。臣等叩谢天后圣恩。昭禄元年，民康物富，盛世繁华，国泰民安。你的二儿子李贤被封为太子，而李治龙体为风疾所困，更为衰弱，久居病榻之上，再未上朝。什么？你说父皇的身子坚持不了多久了？千真万确，两仪殿中侍奉的宫人亲眼所见，天后在陛下榻前悲痛欲绝，想必很快便会。届时，殿下便是圣朝的95之尊。95之尊。你说当年皇兄真的是因病暴毙的吗？太子、父皇都是母后野心之路上的拦路石，胭脂，母后下一个要除去的，会不会是我？天后，恕臣死罪。星象指示，太子李贤并无龙气，圣朝不早日另立太子，必有大祸。李承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天后恕罪，如实禀明天下，乃是臣的职责。念在以前女主武王预言时你救过我，今日的话我当没有听过。退下吧。可是天后，天后仁慈，太史令还需领情。臣告退。主子，民间近来的确有关于太子的流言。说，流言中直指李贤并非主子所生，其真正生母是郑国夫人吴元顺，因郑国夫人并无名分，才将李贤太子放在主子名下。仅仅因为姐姐曾在宫中照顾红儿、贤儿多年，竟有此荒唐传言。主子，太子殿下近日深受流言困扰，更有甚者议论，此传言是主子刻意所为。我们是否要采取措施，遏制流言的传播？悉心，遏制宫中一切太子的流言，再有非议太子者，严惩不贷。是。天后，陛下已经等了许久了，我这就……退下吧。是。时间过得真快呀。
主子，东宫来传消息，太子殿下想为主子亲自编写列传，特请主子前去指教。贤儿有心了，走吧。天后，这边请。主子，东宫里似有埋伏，人数不小。别怕，天后，请。母后，母后，你来了。我正在为母后写列传呢。贤儿真是个孝顺的孩子。母后难得来一次，给儿臣讲讲故事吧。儿臣想听。亦想把母后的故事写成一部传世之作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盛世天下》。是个好名字。贤儿这么一说，母后倒的确想起了一件往事。母后是在册封皇后那天，得知腹中有你，母后只觉你乃天赐，令母后喜上加喜。后来你的父皇为母后举办了盛大的封后典礼，在万民同庆的祝贺下，你在母后的腹中，仿佛和母后的心连在一起，陪着母后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，我们一同走向你的父皇。母后一手牵住你的父皇，一手轻抚腹中的你，在万众瞩目之下共此盛世。那一幕是母后此生铭记于心的美好。冥冥之中，你陪母后度过了所有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父皇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我已与他商议，要提前将皇位托付于你，这样也可让他好好静养。不知贤儿，你可愿意？母后如今辅政很是贤明，儿臣还有很多东西要和母后学习。况且儿臣尚且年轻，若没有父皇和母后在身旁规劝指引，傻孩子。我们会为你挑选最优秀的辅政大臣，他们都会帮你的。可是母后，利州的山水很美，陛下已答应陪我回去隐居一段时日。父皇和母后都老了，也想过自己的生活。母后身为女子，在为你父皇操劳政事的这段时间，遭受了太多非议，多少力不从心了。若你愿意，我和你父皇今日就回去拟定诏书。贤儿，母后要回去了，我还要回去和凌校尉商量，如何将羽林军转交于你。他性子急，一时等不见我，恐怕要来找了。既如此，儿臣便不多留母后了。母后，你一定口渴了吧？喝杯桂花茶。无人能知，那天一对母子之间暗藏了多少杀机，又潜藏了多少筹谋。好孩子，他放弃计划，未必是真正在意母子情深，
而是在意名正言顺。西西，立刻通知李晓率兵搜查东宫。是。天后身在东宫马厩中，搜出了50副铠甲以及兵器。是50副，还是500副？500副。将此事原原本本奏明大理寺。是。李贤因谋反罪被废，幽禁于别院。同年8月，你的第3子李显入主东宫，成为新的圣朝太子。主子，天后，陛下，他陛下，昭儿，都下去吧。昭儿，我可能没法再陪你走下去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回到了当年。那时，我远远地看到你站在湖畔，天上飘着微雪，雪飘在你的头发上。我当时想，余生若能一直为你驱散风雪就好了。一晃，原来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长，但我却又觉得这么短的一条路。朕先走一步，留你一个人，朕放心不下你。陛下，我知道你的抱负很大，你的心也很大。我的爱，在你看来或许早已不值一提。昭儿，世人说你野心太重，心太狠。但世人从未看到过真正的你，但我懂你的抱负和愿景。我知道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一定能将这片江山治理得很好。只是有一个问题，在我心里很多年，我一直很想知道。你心里真正在意的到底是什么？你爱过我吗？
武家人，父皇可有为我那幅画题字？希望殿下，殿下的恩情，来日再报。他不知道也无妨。这个簪子好漂亮啊！他喜欢便好。住手！这里岂是你放肆的地方？希望殿下，你需要我如何帮你？高阳，你别火柴他，不要命了！我很心疼，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殿下，他们这么欺负你，我不可能继续把你留在这里。你愿意出宫吗？我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喜欢我的陛下。其实朕希望这太子之位给我们将来的孩子。昭儿愿和陛下一起，一步步拿回本该属于陛下的权利。是谁让你进来的？是朕让他来的。昭儿，我只想护着你。昭儿，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。无论前路多少艰难险阻，我都不会放开陛下的手。你呀，陛下，你相信我吗？昭儿，有我在。昭儿，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我相信你。永淳2年12月，李治驾崩。自你回宫，你与李治携手并肩，共度了32载春秋。至于这结局是苦是甜，后世有百般解答，但其中滋味，只有你心中明了。陛下，我会让你看到，这江山将成为真正的盛世天下。联想，传朕一命，军国大事，有不决者，尽取天后禁止。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护天后平安。臣弟遵从陛下旨意。前些日子一直下雨，可得小点心，可不能让这些物件发霉了。 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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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主子，今日收拾旧物时看到这些双陆旗，才想起主子已经很久没有下过了。是啊，从前我一无所有时，这棋局的步步为营，助我得到了很多想要的东西。可如今的宫中的人和事，我们之间早已不是一盘棋局能解得了的了。弘道元年，你的第三子李显继位，而你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。李治死前，一命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皆由你裁决谋立。如今的你权势之盛，虽是太后，却已是无冕女皇。你改东都洛阳为神都，赐皇宫名太初宫，寓意新的篇章。哇，这里好大呀，好气派呀！陛下，您说这里以后都是妾跟陛下的吗？那当然。新皇帝李显和新皇后韦氏行事轻佻，难堪大任。朝野上下颇有微词。以后皇后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陛下不许再拿别的废词。朕答应你，这辈子只宠爱你一人。显儿，参见母后。或许这扶不起的阿斗于你而言，会成为一个称职的傀儡。参见母后。自前帝驾崩以来，朝政大权便落入了武后手中。至于那新登基的李显，不过就是个花架子而已。如今这朝野上下都对太后干政、聘击私臣的做法怨声载道。在末相看来，如今能拯救圣朝江山者，唯殿下耳。母后，儿臣很快就会来见你。主子，宫外眼线搜集来的朝臣们对国事的私议，小柚子已将折子放在案前了。主子打开奏折，即可查看。如今武太后把持朝区，心地昏庸无能，仇祸不淡。快别笑掉了我的大家，只要没疯，江山万年，兴致了。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感觉真好啊！陛下，你答应妾的可不许反悔啊！朕答应要给韦氏一族加官进爵，怎么会反悔呢？谢陛下。朝堂上，陛下只有更多自己的人，才能彻底摆脱那老婆娘的掌控。妾和韦氏一族愿为陛下驱策，可是太后那个老婆娘把持朝政，定会阻挠陛下的。这江山是朕的江山，母后总是干扰前朝政事，简直让朕丢了个龙眼，瞎了个龙眼。朝中对母后干政之举不满者甚多，是时候让他认清谁才是这个江山真正的主人。穆内侍，奴婢在。陛下，传朕口谕，季怀中年事已高，不适合再做宰相。明日早朝时，当自请告老还乡。是。皇后，朕明日便当着母后的面，封韦国丈为宰相。可是太后的老婆娘那边，朕就算将这天下都送给岳丈，母后也阻拦不了。朕要让全天下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谁才是这圣朝的主人。哇，陛下真的好有男子气概，这才是妾心中的真龙天子呢。那是自然。等太后那老婆娘从朝堂上退下来，妾和陛下就是新的儿生了。
当真说过要将天下都送给岳丈？奴婢听到的便是如此。我这儿子，当真是把圣朝江山当作儿戏。太后息怒，先帝留下的江山，绝不能被他就这样毁了。太后的意思是，皇帝昏聩，我更可独揽朝纲。可我要的，真的只是躲在那金光璀璨的珠帘之后，躲在这王朝礼教的遮羞布之后，做一个辅政太后吗？如此昏庸，实在难当大任。不过，废帝之事，还需要有人支持。太后的意思是？让羽林区2位统帅凌霄和程务铁来见我。是，太后。上朝。传朕旨意，封国丈韦玄真为中书令、雍州都督，进拜太尉。微臣谢过陛下。所有韦氏男丁皆拜官4品以上，具体官职由韦国丈来定夺。谢陛下。慢着。皇帝昏庸无能，乱我圣朝纲纪，不能为一国之君。废李显为庐陵王。母后，你来人，扶庐陵王下殿。不，母后，朕有何罪？庐陵王想要将圣朝江山交给韦家，何谈无罪？来人，扶庐陵王下殿。庐陵王，母后，母后，朕没有错。母后，母后，朕没有错。母后，母后，堂堂天子为太后废去，如此惊世骇俗之事，竟在我朝发生。怎么着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竟能如此不顾情分，连羽林军都用上，品阶4臣，女子干政，李氏威仪。你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，你不想再等了。5日后，你宣布登基为帝，朝野惊骇，民间震荡。先帝驾崩不过2月，新帝登基不过2月，你此时以太后之身强行登基，叛军四起，天下大乱。母后，这就急了，儿臣的机会到了。母后，我将以死守城，可叛军势如潮水，实在抵挡不住。你知道，如今时机未到，贸然向前只会葬送一切。翌日，你立你的第4子李旦为皇帝，
大赦天下，而你继续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。报！将军，京城急报，太后废掉了天子李显，改立第4子李旦为新君。下去吧。是。我那弟弟李旦更是无用，看来母后是按捺不住，想改朝换代。实在可笑！天下人怎可能容忍一介女子改朝换代？她这是玩火自焚。我们自当好好利用。陛下，近日南方暴雨不断，江南各郡联名上奏，请求修固水利工事。这，母后觉得呢？准奏。准奏。陛下，当前恰逢北戎内乱，北境将领上书请战。母后，内乱乃北戎家务事，命北境军按兵不动，隔岸观火。军情急报：临淮郡王之孙徐敬业联合废太子李贤，在扬州起兵叛乱，向洛阳进军。贤哥哥来了！叛兵大战，兵见太后还政，匡扶李氏江山的口号，10日之内便号召了10万之众啊！陛下，这盘号召竟然有10万人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可笑啊！兵谏还政，匡扶李氏，明明陛下才是李氏正统，他们想匡扶的究竟是李氏，还是他们自己的私心？叛贼妖言惑众，蛊惑人心，还请陛下拟一封讨逆贼书，昭告天下，以正视听。是。乘务亭，调拨兵马，准备平叛。是。是。叛军势如破竹，一呼百应，这无疑给了踌躇满志的你当头棒喝。李氏2字于天下人如天神甘霖。这场战事，将你和江山的命运皆裹挟其中，只能胜，不能败。太后，朝廷的平叛大军已集结完毕，只是这主帅的人选还需要太后来定夺。皇上驾到！免礼。见过母后。旦儿，讨逆贼书写好了，呈上来，让母后瞧瞧。辞帝位书，你这是何意？母后，孩儿不愿与李贤哥哥争斗，不如辞去皇位，让给贤哥哥。荒唐！天子之位，岂是能让的？自孩儿记事起，李贤哥哥总让着孩儿，孩儿不愿与哥哥兵戎相见。他如今已是叛贼，你若顾念旧情，置圣朝于何处？置母后于何处？可孩儿无能。圣朝也好，母后的期望也好，都不是孩儿能负担的事情，望母后恕罪。既然旦儿如此坚持，那母后便允了。多谢母后成全。那孩儿便告退了。这孩儿们一个个都不成器，让季相见笑了，
你方才所言军情一事，继续说。太后，叛军来势汹汹，这主帅之人，还请太后早做决定。叛军打着匡扶李氏的口号，那我便任命一个真正的李氏族人做行军主帅，让叛军名不正言不顺。左金吾卫将军李孝义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又是高祖的堂侄，便选他吧。是，太后。你派遣30万兵马平叛，战事初期很快占据上风，可却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徐敬业的叛军。他们冠正义之名，是要为圣朝除了你这个乱政奸佞。没想到徐敬业竟率军攻占了瑞州，还杀死了刺史。李贤与徐敬业已于割据南边，另立新党，难不成我圣朝的疆土要被一分为二？可悲可叹呐！太后，前线急报，李将军久攻叛军不下，伤亡惨重，便坚守不出，不再出战。李将军求太后再派20万兵马驰援。荒唐！本宫刚给他30万兵马，如今又要20万。谁能救圣朝啊？贤弟若在天有灵，定要痛心疾首啊！太后，臣有一计，可兵不血刃，使叛军即可投降。是何良计？臣以为，只要太后还政于天子，徐敬业便失去叛乱的理由。这群乌合之众将不攻自破。你说什么？叛乱兴起，不就是因为女子干政，才惹得天怒人怨的吗？放肆！此时此刻，你不思如何退敌，却还在大肆动摇军心，其心可诛。拖下去，关入天牢。太后，还请还政啊！还我圣朝安宁啊！贤弟若在天有灵，定要痛心疾首啊！拖下去！还我圣朝安宁啊！贤弟若在天有灵，定要痛心疾首啊！恳请太后还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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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我圣朝安宁啊！你们！如今外敌当前，你们不思对策，却是与叛军站在一边。太后，臣等绝非站在叛贼一边，而是站在圣朝将士一边。这些是从前线阵亡将士身上发现的，恳请太后读一读吧。儿啊，昨宵梦中见你归来，娘想伸手相抱，怕是回不却去了。扑了空。待朝廷府薛来了，给弟弟添件冬衣吧。大帐冲锋的时候不要太靠近，好好的活着。为娘不要你祸军宫，只想要你平安回家。昨日我杀之敌，乃同乡故友张琪。我把我的衣履头发寄回，其家书一并寄。若我真的埋骨他乡，收拾不成，孩儿许愿回不去，就用他葬在坟里吧。千万别告诉娘亲，你们俩多保重。母亲不要伤心。亲历百劫之战，
怎会不知战争之残忍？如此更该全力抗敌，速速平定战事。太后，休要再自欺欺人了！战事本就因太后而起，叩请太后还政。陛下，我离京图旨，日夜操劳，我比这殿里的每一个人都盼着圣朝兴盛。你说我错了吗？太后有没有错？这一方殿内的声音可以不听，但臣想陪太后去听一听天下人的声音。天下。请太后还政！请太后还政！你们，请太后还政！齐怀忠，连你也……臣不愿意看到我圣朝的将士因太后的私欲而自相残杀。太后可以不顾礼法，却不能不顾自己的子民。你以为我还政，战事就会平息吗？臣只知道，若太后不愿还政，就会出现更多的徐敬业揭竿而起。臣愿以死明谏，还请太后为大局、为苍生、为天下还政。请太后还政！请太后还政！我等愿以死明谏，请太后为大局、为苍生、为天下还政。请太后还政！请太后还政！请太后还政！我等愿以死明谏，请太后还政！请太后还政！太后！太后！昭儿，你还好吗？你醒了？陛下。昭儿，再多睡会儿吧。陛下，昭儿刚刚做了一个意味悠长的梦，梦里陛下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那你一定很累吧？嗯，孑然一身的感觉真的不好受。你可以永远在我怀里，并不会再做这种梦了。陛下，园长，我园长知道了。不要在意这些声音，睡吧。武媚娘，这些人阴魂不散，我要和他们做个了断。昭儿，别走。武媚娘，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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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希望你继续受苦，留在我身边，好吗？
陛下，昭儿此生还有必须完成之事。你一直都有自己的主见，那便去吧。谢陛下。昭儿，朝露克制，勿负此生。请陛下下旨王满陛下，破乱人心就能与祸国，我要与祸国呀！昭儿，你不能忘了姨母，你不能把姨母忘了。昭儿，你不能忘了姨母啊！你不能忘了姨母啊！你不能啊！昭儿，武媚娘，我的月儿呢？我的月儿呢？武元璋，我要替我父亲报仇，你还我那个让我敬重的父亲。我的忠儿没有谋反，忠儿，你还我忠儿！我的陛下，他不爱我了，他不爱我了，都怪你我残忍！我的陈儿不信我了。武媚娘，这几十年的后位，你做的可舒心，可满意？我们彼此争斗，斗得你死我活，到头来，我还是被这高高的宫墙遮住了望眼。胜如何？败又如何？我们不还都一样？不，你跟我们不一样。不，你是武元璋，是这个世界最恶毒的女人。你爬到了世间女子难以企及的高处，而我都是你的垫脚石。可你现在竟然害怕，你想逃，你想安稳的睡下去，凭什么？所以你就该比我们更痛。你要带着我们的恨，带着天下女子之恨，挣扎不休。痛吗？痛就快醒过来，去承受比我们多100倍、1000倍的痛苦。痛，不是醒过来，快醒来！记住我们的痛，记住我们的痛，快醒来！快醒来！你记住我们的痛，快醒过来！
你还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看起来好像很失落。如今我众叛亲离，受世人唾弃，战火皆因我而起，连我最信任的臣子也离我而去。我是不是让你失望？你觉得自己做错了吗？我拼尽全力追寻半生，一直在做自己心里觉得对的事情，挣脱枷锁，冲破束缚。可现在所有人都叫我回头，我却依旧不肯停下脚步。你说，我是不是错在太贪心了？贪心？就算是贪心，那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随心的吗？随心？是啊，世人骂我野心、妄心、贪心，可这一切都是我的选择，也都是随我心的选择。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什么心都不如随我心。谢谢你。若世间以对错为法则，偏立足我，便只做我心中唯一想要的选择。是非对错，由后人评说。我要做我心中想做的事。我曾说，见天子，庸之非福。如今，我要见的是我自己。给你。比任何时候都清醒，是非对错，且由后人评说去吧。我要做我想做的事。喜心，主子，昨日退朝后，主子便一直将自己关在书房。喜心很担心主子的身体，主子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攘外，安内。如今朝堂内反武势力众多，朝堂外叛军士气高昂，欲让外者必先安内，而非常之事，当用非常手段。你设四色铜轨，分治四方，揪出朝堂上各怀鬼胎、扰乱人心之人。罪臣程务庭妄图动摇社稷根基，非为庶人，此生不得入军营。你以雷霆之势，迅速平息朝堂内乱。臣永远感念太后的知遇之恩。臣愧对圣朝。而此次内乱之中，还有一人正等待着你的裁决。
都下去吧。是。臣拜见太后。今日你不必当我是太后，你我已有30年的交情，也称得上一句知己。便坐下闲话1、2吧。你还是和我初见时一样，遇到任何事都这副波澜不惊的模样。初见，当年我们初见时，计谋险遭暗杀。其实计谋早就看出来了，那是你的设计。可是在我思索过后，我反倒十分钦佩于你，觉得与你共事，必成大业。如今我们的确共成了大业，只是今日结局，你可有后悔？我从未后悔。我最信任的人，仅因聘姬司臣一言，背叛于我，可惜可叹。在我看来，聘姬司臣乃是天底下最迂腐可笑之言，但却是天下人的金科玉律。徐君夜仅凭此言论，便轻易号召10万之众。若太后继续执迷不悟的话，还会有张敬业、王敬业，圣朝必定陷入无限的战火之中。臣不愿意看到太后背负着千古的骂名。你在我身边为宰相这么多年，却依旧不够了解我。你真的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，觉得只要我掌权，天下就一定会大乱吗？若我可以开创太平盛世，又当如何？那臣必在九泉之下，祝佑太后的盛世流芳千秋万代。罪臣季怀忠已尽到了圣朝臣子的职责，只求太后赐臣一死。赐死你，反倒成全了你的名节。你就在这牢里守着，好好看看我的路如何走下去。此刻，朝野内乱皆由你亲手平息，内忧既解，再无掣肘。而接下来，便是速斩外敌。召你回来，是因为有一件事，只有你能办。
任凭太后吩咐。徐敬业能轻易号召10万叛军，只因他的军中有贤儿坐镇。这是淡儿前几日所做的辞帝位书，在贤儿等人眼里，当年是我放弃了你，你现在就作为我的敌人，凭借此书，冒充淡儿的使者，获取贤儿的信任，设法离间贤儿和徐敬业，坐实徐敬业乱臣贼子之名，乱其军心，从内部瓦解敌军。太后此计确实是个破局的好方法。臣领命。但在臣临走前，有个问题想问太后：太后不惜母子反目，背负骂名，也要将朝政独揽手中，如此执着究竟是为何呀？臣想听太后真心话。我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自己的野心。我想登上权力的顶峰，建立前无古人之业。我想告诉天下人，我武元昭身为女子，亦可开创盛世，治国兴邦。我想闯一闯，试一试。我想看看高处的风景究竟有何不同。我想过我愿过的一生。臣谢太后，臣也会为了太后做臣该做的。你将这一切安排妥当后，便不舍昼夜，全力投身战局，一如当年你亲率百捷之战一般，破釜沉舟，志在必得。太后，属下已按太后吩咐部署粮草，分水陆3线送至前线。辛苦你们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主子，你已经几日没合眼了，如今战事日渐明朗，还是要保重身体啊。小柚子，陪我走走吧。是。未曾想，竟路过了这里。一晃，已是几10个年头了。哟，大名鼎鼎的罪臣上官仪的孙女，今日这衣服洗得如何了？上官婉儿又在干活的时候看书，啊，装模作样。口口声声说认命的是你们，可你们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你们若是真的认命了，便不会因为我的一点不合群之举。这里都是罪奴所居，主子万金之躯，还是别进去了。实在是既做作又可惜。无妨。太后驾到！拜见太后。太后怎么会一直心情责罚我们的吧？这辈子居然能见到太后，是福是祸呀！谁是上官婉儿？到我跟前来。奴婢上官婉儿，拜见太后。你是上官仪的孙女。武后身为女子，理应安守后宫，可这些年她却聘姬司臣，一步步乱我圣朝纲纪。回太后的话，是。
上官仪当年以聘姬司臣之言弹劾我，我将他赐死，你觉得冤吗？祖父当年将书中之言视为天理王法，却令天下女子带上重重枷锁，多少女儿志埋没后宅中，因此祖父有错。但祖父错不知死，故祖父冤。你不怕我杀了你？怕。但婉儿不愿欺瞒太后。你身为女子，还是罪臣家眷，此生都将困在这掖庭宫中做杂活，为何你还要读书，不愿安于现状？太后不也走上朝堂，不愿安于后宫吗？大胆！你特立独行，已成为众矢之的。待众人讥讽你、羞辱你之时，你还能守住本心吗？朝中重臣反对太后，可太后还是义无反顾，坚持自己心中对的事。俯仰不愧天地，褒贬自有春秋。婉儿愿以太后为范。我就这样看着这个女孩，眼前之景，不知为何竟有些恍惚，像是想起了从前的自己。这宫中许久没有这么可爱的人了。传我令，封上官婉儿为五品才人。谢太后。往后你就跟在我身边。是，太后。捷报！捷报！捷报！太后，太后，前线捷报，我军大破徐叛军，现已回朝。如今不少人称赞太后，仅用1个月就平叛告捷，甚好。但是太后，礼贤殿下他死在了叛军中。太后节哀。李义府可有平安归来？太后，这是潜伏于敌营中的眼线传回的李将军绝笔书。李将军数次为我军传递关键情报，更成功离间礼贤殿下与徐敬业，是此战的功臣。待太后见到此信，无论臣之使命是否告成，辽翔已不在人世。臣入逆营，面见礼贤殿下，向其示以陛下亲笔，辞帝未数，以得其信任，借此潜伏逆营，而后一步步设法引礼贤殿下与徐敬业2人互相猜忌，直至分崩离析。臣引徐敬业亲信制造骚乱，贤殿下死于骚乱之中。把他给我拿下！徐敬业，你挟持殿下挑起战火！住口！但李将军他身份暴露，他在敌营牺牲了。此乃臣为太后所做最后一事，臣愿助太后独行不息，所愿皆成。依服此生得遇太后，无悔。唯有所憾，也是未能
亲眼目睹太后将来开创辉煌盛世之景，罪臣李义府绝笔。徐敬业叛军被彻底击溃后，徐敬业死在了乱军之中。和徐敬业的死讯一起传入洛阳的，还有一封曾经流传在民间的讨武檄文。太后，徐敬业的叛军中有一个叫骆宾王的文人，曾为叛军书写了一篇讨武世檄，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。讨武世檄，呈上来。太后，此文通篇诽谤，言语不堪入耳，实在是……给我瞧瞧。伪临朝武士者，性非和顺，帝时寒微，西充圣帝下臣，曾以更衣入室，既乎晚节，秽乱春宫。前引先帝之私，因图后房之弊，入门见疾，峨眉不肯让人，掩袖宫蝉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请看今日之狱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？哼！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骆宾王写出如此奇文，理应在朝为官，你们却让这样一个有才之人流落民间，为贼人所用，是你们失职啊！太后恕罪。为何这般辞藻华丽的荒唐之言，竟有那么多人信以为真？或许，这世俗偏见，便如同这面珠帘，它能帮我挡住世人的目光，却挡不住世俗的阴影。女人，凭什么只能在这珠帘后面？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。让他们明白，女人可以做皇帝，我便是天命所归。如今的我，已经拥有了登临帝位所需的条件和功绩，可只要世俗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我离帝位既是最近，却也最远。6个月后，明堂在你的遗旨下修建完成。你遣人发掘御史女帝的祥瑞事件，于各地流传。明堂作为皇权象征，从古至今，唯有你开了允百姓观皇室建筑之先河，你的民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垂拱4年，在洛水河边
浮上了一块紫色的石头，上面竟然刻着“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”。百姓开始逐渐地相信，你便是天命所归的女皇帝，而这一祥瑞，其实是你自己一手促成的。你捐出了自己的俸禄，在洛阳城中修建了一尊金轮圣佛，为天下百姓祈福。佛像建成之日，你亲往祈福，你的民心进一步得到了提升。此时，你称帝的呼声越来越大，朝臣们和洛阳城中百姓更是一次次请愿，希望可以让武太后称帝。李旦三司呈上择帝文书，希望可以将皇位禅让你。一切已经彻底成熟，你离那个位置再不遥远，坐上去便可君临天下。朕素半生，元照者，父母之不义；媚娘者，圣帝之赐。今朕自创日月当空，光披六合，辉映盛世。朕今怀柔百神，对阳上帝，三灵眷佑，万国来庭，见千秋颂德天书，一应正明之典，是夫行政之方。所以弘夫正道，宣明礼乐，万民归心。朕创殿试，武举，立士官之制，广开科举。朕亲颁农桑书典，博赋轻徭，兴修水渠，使海内丰人以安黎庶。尽天下妇人为排忧之系，破除女子不得干政之陈旧铁律，收复边关四镇，至北境都护府，以固西域之志，护丝路之通，四方不足，臣服归属。朕上达灵旗之卷，下顺义诏之心。今朕以载初元年9月9日赐国号为周，改元天授，大赦天下。天授元年9月初9，你的登基大典，百官朝贺，万民同庆。终于，你站上了权力的最巅峰，翻手可创盛世，覆手可护苍生。53年了，从初入宫到再次入宫，从再次入宫到君临天下，这53年，每一日都步步惊心，如履刀刃之上。你杀了很多人，该杀的、不该杀的，你一直向前，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，更从未后悔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。如今天下入怀，你便是这江山天命所归。曾经的我，活在前人制定的礼仪教条之下，亲睹女子为自己而活的诸多不义和掣肘。无数女子被送入宫，为家族，为他人，
成为一句句红颜枯骨，从未有一天真正为自己活。而聘姬司臣之言，便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女子们所有的前行之路。这一路走来，无比艰辛。可我更明白，唯有做那万人之上，可亲手打破重塑这一切之人，方能为身后万世之女子开出一条照得进光的前路。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事，便由我开始。朕承天命，开创五洲。朕之五洲，天下之五洲，百姓之五洲，自今而始。这盛世天下，与尔等共享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寿元年9月初9，67岁的你登上皇位，改国号为周，成为了从古至今第一位，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。Thanks for watching. We finally became the Eternal Empress. This is my complete gameplay of the main storyline. I know some of you are asking about the Li Tai Road. I need a breather from all this palace scheming for now. Might revisit it later, but no promises on when. Thanks for sticking with me through all the chapters.